我承认我拿了他的钱，我也承认我去了后山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他。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我没有杀他。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。为什么？你说过，犯罪心理分析要从行为中找答案。虽然现在种种的证据表明凶手就是苏北，但是从行为上分析，疑点还有很多。说说看。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阮明怀身上的伤痕。凶手破了他的相，还划伤了他身上的很多皮肤。如果是苏北，他有必要这样做吗？如果只是为了抢钱，他有必要去划伤他的脸吗？这更像是嫉妒。他一个男孩子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嫉妒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吧。而且我注意到阮明怀的裙子上有很多泥土，可是她躺的地方是硬土地，周围又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。那些泥土只会是有人从旁边的泥地里弄出来，浇在她的裙子上。这种心态，我觉得凶手是女生。不错啊，你看过我的书了？那当然，当你的助手，当然要学习一下你的理论。不过你的书里也说过，由于性倾向的多元化，不能简单的根据情感矛盾来判定嫌犯的性别。不过显然，你还没看完。即便是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凶手，也很少会以划伤情敌面部的方式来发泄愤恨。不过你说的没错啊，她是女性。是郭晓玲吧？她趁着苏北还在看球赛，跑去后山杀了阮明怀。她又没收到短信，怎么知道阮明怀在后山呢？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还不赶紧说出来，让熏人他们赶紧把他抓住啊！知道凶手是谁也没用，法律上来定案是需要证据的。你还没找到证据？暂时没有。那怎么办？这就要请你的好朋友来帮忙了。你怎么确定是郭小璐的？犯罪的心理分析是从行为中找答案，你试着分析分析啊。首先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凶手就是苏北。但是我觉得，苏北不会用刀去划伤死者的脸，用泥土浇在裙子上，这是明显的嫉妒。分析其他3个学生的家境，我觉得霍小璐的嫌疑最大。当晚他跟死者在一起，如果死者约了苏北，他是很有可能知道的，而且他之后也没有时间证人。不错，没了。洗耳恭听，你还有多少发现3点够不够？够了。第一点，距离。死者是被割破喉咙，一刀毙命，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操作。首先，凶手并不是正面杀死的，因为这样动脉破裂的血液会喷满凶手的满脸满身，所以凶手是从背后近距离杀死他。当时的平台通话没有任何的遮拦，凶手是不可能悄悄地接近他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和他坐得很近，他们一块坐在那个石头上，这就是距离的问题。人跟人之间交往呢，都会有一定的距离。在社交场所，那么让人感觉到舒服的距离是0.6到1.2米的距离。0.6米以内呢，
那就是亲密距离了。你和我现在就是亲密的距离。所以更有可能的是，死者和自己的闺蜜坐在一起，所以她才不会有任何的防备，有人从背后下手。第二，钱。霍小璐家境不好，需要这笔钱。你觉得我有可能做出这种类似猜测性的推理吗？嗯？你继续。你还记得阮明怀的死状吧？他斜躺在地上，血是向前喷射的，但他装钱的背包在他身后，即便是动脉出血，要蔓延到身后，甚至把他的背包还有钱全部染色，那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。可是我们找到钱的时候，已经满是血迹了。所以钱是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被人拿走的。至少半个小时。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，凶手是一顿疯砍，杀毒就结束了，最多不超过5分钟。他没有理由在那边逗留半个小时，把他杀了之后，然后才把钱拿走。所以拿走钱的人和杀人的人是2个人。第三，霍小璐的供词满满的破绽。走吧，让我们看看年纪这么轻的心理变态者是如何养成的。还是你杀的，苏北，你杀了人，却让我承担罪责啊！不是，我把手机放在了魏思远的柜子里面，我以为警察会去抓他，警察也确实抓了他。他犯了什么错？你要杀了他？因为他总在我面前炫耀，他总是说你对他有多好，你们约会，他居然还给我看你们2个在一起拍的照片。你是谁呀？我甚至都不认识你。你当然认识我，我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。苏北，你真正喜欢的人只能是我。你为什么要报警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所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？你就是个疯子，一个杀人的变态的疯子！苏北，你明明也很讨厌他，你讨厌所有缠着你的女人。只有我默默的喜欢你，绝对不会缠着你。我所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你才清除掉他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清理他的？想要杀掉那个蠢女人，简直太简单了。袁怀，
刚才苏北跟我说，他约你晚上10点老地方见。真的啊？哎，明怀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呗。小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挖好朋友墙角的人是最可耻的。他们都出去了，以为我自己在宿舍里面睡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别告诉别人行吗？我保证肯定以后不再对他动心思了。